们是比较 prefer 要活到开心，活到自然，就因为 social media 也属于就是我们的一个部分了。如果我们还要这么辛苦去分两个人，就是我在 social media 变另外一个人，然后在私底下变另外一个人，真的是很累。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听以及收看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其实呢，这几年我们都发现说，网红或者是 KOL 呢，都纷纷的推出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加深跟他们的支持者的互动。或许说的好听呢，是企图在不同的领域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呢，大家都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贩卖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方式来获取盈利啊。这个当然就是在商言商的部分了。那究竟要如何透过自己的影响力来变现或者是转换成商机？其实我相信很多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朋友呢，可能都有相同的疑问，也很想要知道说线上的这些 KOL 或者是网红，他们是如何变现的，他们的心路历程又是如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网红界的代表啊。那从部落格 blogger 起家到现在呢，在网络上面拥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不仅出席各大奢侈品牌的活动，甚至他们还研发属于自己的时尚品牌、护肤品、饮料，还有健身房以及男性用品等等啊。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坐在我们这个录音现场的两位呢，都是非常优秀的网红。我们今天就要来欢迎 Jen、刘雪琪以及 Han-Ping。Hello， 欢迎你们。先跟 Jen 聊一下好了，就是你可以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了吗？对不对？算是是，但看起来一点都不前辈啊，非常的年轻啊。从你过去在做这个 blogger， 就是部落格的部分，一直到现在呢，依然是保持了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跟知名度嘛。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这段时间，你对于现在马来西亚网红或者是 KOL 的这样子的一个崛起，你心目中其实你会怎样子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觉得现在要当网红不难，但是也不容易。如果要保持一个知名度的话，是来讲的话是比较难一点，因为大家都很容易当网红嘛。好像你拍那门槛很像变得比较低了。对，门槛比较低，可是你要 build 一个 community 的话就比较难。对，我可以拍很多爆红的一些影片，可是那些人可能会忘记你。了解。对，等到另外一个人红的时候，他就会忘记你。其实你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建立社群 community， 就是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可能很想要当网红，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要去建立自己的社群，然后要跟自己的 follower 来互动这件事情。对。那其实你对这个建立社群这件事情是从以前就很有概念了吗？因为你以前是从 blogger 起家的嘛。对，我觉得我的分别就是可能以前 blogger 的时候，就会跟 follower 分享很多关于自己私底下的东西。然后现在呢，现在反而网红他好像有一个策略这样子，好像你要变很红的网红，你跟着这几个步骤你就可以爆红。因为 algorithm 是这样子的，它像 Instagram，它是靠 algorithm 来跑的。可是以前 blog 的话，人家是没有 algorithm， 人家是要特地去你的 blog 那边去读关于你的世界。可是这次呢，因为它现在有一个方式去当网红，所以你要变得更特殊是很难的一件事。然后如果你要去 build 一个 community 来 say， 会更难，因为人家不了解你，他知道你的作品很好很红，可是他不了解你。其实我相信在整个让大家认识你，然后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特别这件事情上面，我可能现在要来请教一下Han-Ping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的一个定位是蛮特别的，可不可以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 KOL？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我是没有想要做 KOL 的，然后就可能我们结婚了过后，因为他本来就很红，然后在我们在一起了过后，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对我的生活 interested in my life 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就可能开始有人觉得这个人比较 special 了，我就开始觉得我要比较穿比较好看一点啊，然后我要做比较多 sharing 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然后越做越久了过后，我就觉得
它是一个蛮不错的东西来的，因为除了做工以外，有时候有另外一个理由去打扮比较好看一点，然后去 share 一下东西。因为其实我的人是很喜欢share 东西的，了解就是比如说我吃了一个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我在一间店买到很美的衣服，我都是比较喜欢做 sharing 的。所以如果是讲到 social media 的话，我是比较多 on lifestyle， 就是可能我的 workout 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保持我这么样的体型，我平时都在吃着什么东西，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之类的东西。了解。刚刚忘记介绍嘛，你们是夫妻嘛？对，我们是对夫妻其实已经结婚多久了4年， 4？4年。Yeah 对，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在这个4年里面，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你本来不是很想要，就是受到这么多人瞩目嘛，但是因为跟 Jane 在一起之后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让人家看到你们碰到一点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夫妻也好，或者是这些年轻的网红呢，他们又觉得说，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但是又不想要把自己生活的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这个网络上面。其实你们会怎么样子去拿捏那个尺度呢？其实我们分到很好，我觉得。对，我们蛮会，就是该保持private 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分享啦。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2个人单处的时候的那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回到家，我们会尽量，我们回到家我们就不会做拍摄的东西，或者是有时候来 on a special date， 我们去 dinner， 我们在 dinner 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来。一直要拍 content， 因为它是一个 date night，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一直要拍 content 就是让大家不是自己了这样子。了解，蛮 appreciate 我们私底下的一些互动啦， Okay 不是什么都是要把它变成一个 content 来去分享给 social media 这样子。但是会有一个比较吊诡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更多去暴露你的私底下的生活的话，搞不好那个流量会比较高，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窥探别人的私密的东西嘛。所以你们会不会曾经很挣扎，想说好把更加私密的东西分享出来？也还好为了流量。那个点是你要久久 post 一次OK， 你不能每一天 post， 因为就比如说像如果我们是很少 post 那种亲密的照片，比如说 kissing 的那种照片。可是如果你每一天都在 post， 你就觉得这2个人就是很爱 kiss 这样子。OK， 就他就变没有价值了。3个月 post 一次，你就觉得哇很 sweet 这样子。So I think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be smart about it。我们自己也没有想要说一直要追求流量这样子。OK，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粉丝还是我们的这个追踪者，都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不是那一种会。很追星的感觉。了解。其实今天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2个人的皮肤好亮啊，亮到我的眼睛都有一点点睁不开。等一下一定要跟你们就是好好的来就是请教一下，这到底怎么样把皮肤弄得这么好啊？OK， 好，你刚才说，其实不是这么样子追求流量，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流量它就是让你，比如说你有在销售产品的话，对或者是你有希望变现的话，其实流量就一定是等于变现，这个即使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盲？我觉得不是，不一定，对不对？我就是知道有些流量很多的，还是 followers 很多的一些 KOL， 可是他们是没有那个带不到货，没有带货的能力，没有带货的能力，他们就是可能很多 video 会爆红啊，还是什么，可是他们的 followers 是没有。在消费能力不够高，也不只是消费能力，可能他跟他没有一个 connection 的，对，可能就是那个信任感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像有一些媒体，像我们做传统媒体出身的，你就会发现说，有些电视台跟电台，它收视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可能他的受众不够相信他们的时候，所以他们的销售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反而是一个可能刚刚起步的一个 YouTuber。他可能只有10万的 follower 或者 subscribe， 但是你会发现说，他只要说这本书好看，就很多人去买。对，而且是有的时候你要看这个你所销售的产品是不是跟你自己的这个属性是相同的，是 match 的。对，我觉得要 find their niche 啦，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很多粉丝，还是很多follower， 可是你没有一个点说，我 follow 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喜欢的东西，可能有些人我 follow 他就是因为他红哦，
可是我不认识他。 OK，对，是，那真的也不了解他的个性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不了解这个人值不值得被信赖等等之类，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啊。但是我想要来聊一下这个韩聘这边，其实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大家对于性这一方面呢稍微比较保守一点啦。虽然有时候我也不太觉得说大家都很保守，但是如果你比起欧美国家的话，对，或者日韩，我们是稍微比较保守。但是你很像推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商品，是跟性有关系的。对，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是可以 work 的呢？其实这种东西，性的这个东西，其实在每一个国家的人，他们都有在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东西，就是性那一方面应该做的东西，只是他们没有放出来，去跟人家说哦，我有在做这个东西，所以他的需求是有在的，在马来西亚的确是有这一个需求，只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东西。所以我看到的一个商机就是 when 没有人在做一个东西，你更要去做，没有人敢要去做这个东西，你更要去做，因为你会是那个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领域里面被讨论的话题，而且你是带头的，对，是，而且 especially when you're coming out with a brand， 就是你要自己创新一个品牌，你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话题性的一个开始，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So 那个我们出的那个纸巾，那个湿纸巾，就是让你更持久的那一个纸巾，它是一个很好的第一个 product。where 它可以让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一个东西，所以 when 很多人讨论我们第一个 product 的时候，我们的 brand 就会很多人知道这个 brand。Because the first thing when you want to launch something， 你一定要让多人去讨论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话题。所以它就是我的 strategy。OK。然后之后我其实已经是在 plan 里面了，只是你第一个要 launch 的东西是什么 ，which is 我 launch 的那个东西，了解。之后的我们就再慢慢的再 plan。是，所以在你去推出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话题，一定要有噱头。而且坦白说，再怎么样子保守，马来西亚在性的这件事情上面，你看数据的话呢，Pornhub 的数据，马来西亚这个收看的人非常高。是，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也想要来就是请教一下 Jen 啊，因为你很多的 KOL 都成立自己的这个潮服嘛，那你其实也是加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行列当中。对。那么在成立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困难是你本来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要开始这个潮服的这个品牌已经是一个困难，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要做潮服，因为我的家庭是做衣服的，所以我知道衣服方面那个 demand and supply， 还有它会遇到的一些 problems 都是那几个而已。OK。所以我之前当我在创这个品牌的时候，我是没有把它当潮服来 launch 的。OK。我是我的skincare 牌子 Chucks 的一个 merchandise 的一个牌子，然后现在慢慢的变成它独立的一个牌子。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跟the reason why 我们 start 这个潮牌是因为那时 Chucks skincare 我们一直不可能每一个月都在出 skincare， 可能我一年只有2个产品。可是这样一年里面呢，我是那种很喜欢做 creative 的东西。Besides 我只是要 push 我的 skincare， 我还是喜欢做一些周边产品去一起带进来这个牌子里面，然后就有好像他讲的有话题性，所以这个 brand 就变成一个有话题性的一个牌子。了解，也是有话题性。我还以为说是因为当你把这个潮服当做 merchandise 的时候，它太受欢迎了，是有这样子的过程吗？有，就是因为没有想过，我一出。而且我在马来西亚出 sweater，那时也是有点蛮搞笑，因为那时天气这么热，还出 sweater， 可是是卖完的。哇哦！所以刚好就是有这个趋势啊，所以有就是一直在经营下去。所以很多事情它其实应该是顺势而为的。对，就是它既然受欢迎的话，那倒不如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让这个产品让它再去成长嘛。对，那其实你们在不管是做潮服也好，或者是做任何的产品，或者是跟性相关的这些产品、助性的产品之外呢，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的推广其实都是靠着自己的人气吗？还是说也需要借助不同的管道去进行推广呢？都需要的。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当然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管道，可是来say我们的管道也是有 limit。
然后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自己 ego 然后不跟别的牌子还是别的不会把自己关掉了我们的 market， 这样会跟不同的人来合作啦。所以 collaboratio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去做推广的。了解。collaboration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还蛮有学问的。你怎样子去挑到一个对的 collaborator？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同样你在挑选跟谁合作的时候，你们会考量到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品牌的那个 on brand 不 on brand 对，然后再看另外一个 brand 他们所有的那个customer database 是不是我们没有的？如果两个 brand 他们的 customer database 是差不多一样的话，这样我就觉得那个 collaboration 就可能 don't really work because 因为collaboration 的话是因为我们要 share， 就是我们要把他们没有的东西给我们，把我们没有的 customer 给他们，所以我们两个 brand 都一起在 grow 这样子。OK，所以他还去找到说对方的受众跟我不要太接近，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对，其实 Jen 曾经在其他节目当中讲过说，不要拿钱来投资新的商品反而是要等到商品赚钱再去投资下一个产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我不是那种会 risk it all。OK。所以当我开始这个牌子的时候，这个 skincare 牌，我的资金不多，我也没有要等到我有足够的资金再去做这个品牌。所以我自己本身不是说如果我有那个资金，我可能会丢多一点产品来。可是我是喜欢去 build a story for 每一个product that I produce。所以当你看到我出的一些我的产品呢，好像第一个就是叫 Self Love Honey Mask。So 我的 branding 是 bring a lot of self awareness 的。So through 这个 message， 我也是希望，我不想要只是说，用这个面膜多好多好，我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品牌，可以就是跟很多女性朋友们说，你还是要自爱啊 ，self love 这样子。所以我蛮喜欢那个 creative output for 这个牌子的。你知道 creative output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候需要一点天分的，你觉得是吗？ Yes。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的？我觉得是可以学的啦。可是你本身要是一个很对 creative 这方面有兴趣，你才可以去学到的。不是说现在趋势 creative 是什么，你就跟着。有时候做一样的东西，可能你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了解，因为其实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在讲品牌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讲得太夸张，有时候你就觉得说一看这个故事就是假的。对，编出来。是，所以你怎样子去拿捏，确保大家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能够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或者是说能够被这个故事所感动。这个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是本身已经是有一个 community 了，所以那个跟人家说故事的那一 part，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本身已经是有 follower。对。如果一个新牌子要做这样子的东西，可能会比较难一点。Unless 他的 founder 是 open to share。OK， 是。汉平，你自己觉得呢？是不是很多的故事也要从自己自身的经验去说？对，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在所做着的每一个 business 也好，就是因为我也是有一个我的 powerhouse， 它是一个 fitness studio， 所以也是我本来就已经在做这的东西，所以比较容易，真的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的 followers 都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是喜欢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现在开始我的新的 brand 那个 Gold， 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我的 follower 也已经知道了，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干净、很喜欢照顾自己形象的一个男生。So 讲故事的那个 part 就已经是 already 是 set 得了的。了解，所以我们是 very lucky。是，其实今天来到这边的两位呢，除了皮肤真的很好，然后事业有成之外，是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哦。那可不可以给一些年轻的后辈？虽然我知道你们也是很年轻啦，对，但是现在有很多10几岁、20岁的 KOL 出来，然后呢，他们有了一些的影响力之后，或许也像你们这样子，想要去打造自己的品牌，去打造自己的产品啊。可不可以给这些新的小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觉得你除了要人家去了解你以外，你也要了解你自己的 followers， 第一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在跟什么 follower engage 的话，你是完全自己做自己爽这样子而已。然后当你出一个牌子，然后没有人买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在买我的牌子？
我觉得你除了要去经营你自己的那个形象啊，你的一些 content 啊，你还是要懂你要怎样去经营，怎样去 engage 你的 followers。了解。汉平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吗？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的 follower follow 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你平时做的东西是跟卖衣服没有关系的，可能你是一个搞笑的，然后突然间你出来卖衣服，或者原本你就是做一个 food review 的，可是你也是很红，可是突然间你就出来卖衣服，因为你做 food 的话，你可能就是去开一个餐厅 ，so you really gotta know like 为什么人家去 follow 你的 audience，还有你要知道他们的 age group 是在什么啊，然后他们的 spending power 到哪里 ，these are the things。我想要请二位来聊一下人设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你刚才其实汉平有聊到说，其实你做的事情跟你卖的东西最好是要有一些关系。那其实就让我联想到你自己 image 的一个管理。因为其实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明星也好，他最后会大崩坏，或者是他会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就是因为他在镜头前面呈现的是一个人，但他私底下又不是这样子的人。对。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我的疑问啊？我觉得没有对错，但是你们自己会比较 prefer 会选择说自己所打造出来的人设，究竟是不是要跟自己接近好呢？还是说其实要有一点点不一样比较好？我觉得没有好还是不好啦。如果你把这个频道来当成一个 business tool 的话，这样你做一个人设出来是蛮聪明的一件事，因为你只是要达到那个目的。就是说我私底下是一个安静的人，可是我一上到这个频道，我是一个很搞笑、很会说笑的一个人设这样子。这样你引来的那些 business opportunities 可能是跟你这个人设做出来的。可能如果你只是把你自己私底下的那个安安静静的，然后跟你完全没有关系，这样可能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啦。所以是没有对跟错的啦，看你自己哦。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分别，我觉得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分别，因为我们是比较 prefer 要活到开心，活到自然，就因为也没有错啦，我觉得也是 entertainment industry。因为我觉得like social media is already 就是我们的一个部分了。so 如果我们还要这么辛苦去分两个人，就是我在 social media 要变另外一个人，然后在私底下要变另外一个人，真的是很累。我觉得当你经营这个 account 的时候，你要先知道你是经营这。你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他要跟着你私底下的生活，还是你是经营这一个 entertainment platform？其实我觉得说有点区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落差太大的话，比如说你在这个荧幕前你表现出你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那不太好啦。对，但其实你私底下很下流不是就是很风流，那落差太大，就是让大家会发现你说你怎么私底下跟你荧幕前不太一样？但如果你真的就是表现出我就是很风流，我就是一个 womanizer，比如说啦，但是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那或许观众他本来就接受你是这样子嘛，他就不会对你有太多的疑虑，这样子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啦。对，因为我相信现在其实很多人对于各种各样的人或者是个性，其实那个包容度是蛮大的。你们自己觉得呢？现在会不会其实受众你们的 follower 其实他也能够去接受你很多不同的面向？我觉得他蛮可以的啦，因为我们也还好，没有说会突然间变成这样的。对。可是我觉得有些 followers 可能不会分 entertainment 跟你私底下的生活啊，会不会他会觉得好像我跟你很认识这样子，因为我放的东西在 social media 就是我私底下的东西，还是我平时可能搞笑的东西。然后他出来看到你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好像很 close 这样子，因为他觉得他认识你。可是我是完全我没有看过你，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已经懂我是谁这样子。所以可能followers 那边可能也是会，也不是他们的错啦，因为他们一直在看你的私底下生活嘛。是，那你通常你会怎么样子去化解这样子的尴尬呢？或者是你会怎么样子去应对？我觉得笑就好啦。OK，be nice, be humble 就好。对，是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看过你的节目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我
对他或许就会觉得说。你要不要来讲个笑话给我听看看？对对对就很像我们很像是随时都在应该要工作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请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子哦，我们不是随时都可以讲笑话的。好，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了啦啊，就是这个是制作人比较想问的，他说有没有包赚这件事情？因为你们现在这么有知名度嘛，这么多人喜欢你们，也有自己的品牌，那很多可能年轻小朋友想说，我自己来做一间公司或品牌，他说啊，那是一定包赚的，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包赚，我你会省一点钱，可是你不会包赚。对，我是有经营过几个生意啊，可是也是没有，不一定所有都不一定说成功嘛，赚钱啊，还是倒闭了。但是倒闭它呢也是一个经验。一个学习的经验啊。其实成功就是在很多的失败的经验当对，中，没有一个包赚的东西啦。我觉得没有包赚啊，我们就很 lucky that 很多 on marketing aspect 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省很多钱，因为我们自己也认识，我们有很好的 connection，which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But 讲到包赚，其实讲真的，你到最后还是要很会自己去理财啊。然后你也不能觉得我自己赚很多，有些很多看到很多 brand 就是觉得一开始，因为我们 launch 的时候是赚很多钱的 OK， 就可能乱花钱，到后面的时候就不跑去哪里了。brand 了解，没有说包赚这个东西啦，还是要会理财的。还是会要经营自己的生意啊。是经营非常的重要啊。好，今天最后的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们的粉丝说吗？想要当网红是可以的，可是你还是要对得起自己啦，还是要有那种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做人还做事。谢谢你们 tune in。今天来了两位非常美丽、非常可爱、非常帅气的两位 KOL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谢谢 ，Thank you。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影片。我们下次见。